试时间到喽。这样，每个女孩选一个她想交换试卷的男生吧。好了，交换好了。然后是默默，哟，小胡，然后是我，然后你的小伙伴还没写好。我是有缺点的吗？没有，那你怎么写了3个缺点呢？要编的知道吧？不太容易接近。近太阳强慢热。他们都是边讨论边给的分的。这样子啊，那你一块看吧，来拿着吧。抱着这算吗？算你对吗？对，算。怎么16分？差一个缺点嘛，就漏答一个嘛。我少写一个缺点，还有错吗？忐忑的目光。我数学题全错。我也全错。我全对。数学题怎么还能错呀？哦，对不起。数学错几个？全对啊。暖阳，你错几个数学？我怎么可能错呢？我跟他一块儿呢。我可信你了，要错我们俩就一起错了。哦，好啊。哇，他数学这么强，小帅又能运动又能答题的。我们来报一下自己的分数啊！我都不好意思报啊。100分。学霸。你96。哇塞，他们学习怎么这么好啊83分，82分，87分，87。，76分。你们怎么都这么高分呢？啊，90分。86。哎，报下分数，快点75分，快点。 ，66。及格了，及格了，及格差6分了，有点险了。及格行。啊，我们最后有最低分的同学啊，抽个惩罚先。本次微博特权嘉宾游戏惩罚来自于微博平台发起的“我们恋爱吧”第5季许愿池活动。选择一位异性同学，帮他在手臂上画专属手表。真的有什么可画的？李明罗好自觉，是伸手。简洁一点，要那个劳力士款还是？不要简洁。哇，哎呀，这个没事。这主要他画不上。惩罚可以吗？算了，没事。那你别蹭啊，你这好歹留一下。你是不是人啊？啊，对不起，好，就这样吧。这也太简洁了。那这样，我们每道题分享出来就选一个最烂的答案，谁的答案最烂，我们就让他做个惩罚，可以吗？好的吧。我读的小熊啊，小熊说，当时我的眼睛很会笑，真诚、开朗。缺点呢，我给他扣了5分，因为什么呢？太美、太可爱、太无敌。你好会呀，牛，酸死我了！会说。到我。熊子泉非常可爱、真诚、帅气，而且身材非常性感。这个满分啊，满分。优点：脾气好、专一、诚实；缺点：普通话不够好，字比较丑。我觉得这是人身攻击，我想扣你，可是我没扣。对，没了。哎呦，眼睛还飘了一下。我读的是小帅的答案。我觉得陈暖阳第一眼让我觉得非漂亮。飞漂亮，觉得飞漂亮，那就是不漂亮了。非常你确实写了个飞呀。长去哪儿了？优点是美、大方、洒脱，缺点是太美、太大方、太洒脱。这熊子泉无出一辙。我其实给他扣分了，但是后面他又为啥呀？对，他又这样子，为啥呀？我又给加回来了，最后。不是，你们都写的是 like dating 的异性吗？我写的小孙呢。没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他就在我面前，然后我就一边看我就一边写。就是写的小孙啊，正常我应该扣10分的，但是正常应该扣20分。我没扣啊。3个优点是真实、热血和 kind， 对，然后缺点就是自我、爱流汗和莽撞。爱流汗也是缺点啊，也是缺点呀。解释是什么意思？干净大使。
南京大使。请写下你观察到他3个优点和缺点。优点：开朗、阳光、充满活力。缺点：过度自我，情绪不稳定，不爱护自己的安全。优点 real， 独特，思想自由。缺点，对不起，只有2个，不善于解决问题，容易逃避。哦，还挺好，还挺好。表赞同。分数是第2题扣了2分，因为不爱护自己的安全，我不太同意。哦，可以。哎呀。选择一位异性，他写的是小胡子，就是我。善良、温柔、真诚，对朋友很好，喝多了。嗯。喝多了啥？不行，喝多了啥？喝多了。你不念，我去念了啊！我要去念，整个3楼都能听到。喝多了以后真的很可爱。哎呦，哎呀，缺点是反应慢，晚上不找我聊天。你展开讲一下怎么反应慢了？他有没有可能说的是其他方面反应慢呀？哎，小帅懂我，我也懂。好吧。他们还真有上学那个感觉啊，哪个男同学喜欢哪个女同学，然后我们在旁边听的那种的，起哄耶。我们来票选一下大家觉得最烂的答案。肯定不是我。我投熊子拳，因为他没有认真说我的缺点。因为你没有缺点啊，你没缺点怎么写？我会想听哎。我也想听，所以我投你答案不好。好吧。你抽个惩罚吧。不是，那他呢？哦，那你俩一起抽，一人一个惩罚。你抽一个。没事，得着分就行。我这个超简单啊，选择一位异性对视1分钟。哇！来 ，timer， 来，我来记啊。好，来，3、2、1，开始。你这后面这个是怎么？我猜你也想靠近吧。哎呦，吞口水。没看着啊，不好意思，到了，到了，1分16秒。下个惩罚，徐若瑄的耳朵怎么红了？我耳朵本来就红。过敏啊。选择一位异性摸头杀。摸头杀，摸头杀。赶紧的。嘻。摸呀！摸篮球，怎么给他干啥呢？盖饼在这里。你摸球呢？你摸球呢？哎，他像我爷，真的，他就这种。扣手。盖帽。好，接下来有没有同学想分享自己的作文呢？那我分享我的了。最难忘的瞬间，我写的是恐高了28年，第一次从天上掉下来的瞬间。那天在天上飞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比起抵抗、控制，作为成年人的我，其实最应该学会的是 go with the flow。好漂亮！人人都在强调我能，我可以做到一切，却没有人去意识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就像我不能阻止时间流逝，我也不能阻止一些关系的结束，我不能阻止让我的父母停止衰老，我甚至无法保证能让我每一天醒来的时候
都能有一个自己和其他人都喜欢的所谓的快乐的情绪。矮脚树下，失意人。但是当我原谅了自己不能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样的我是真的强大。我想起有一天，我的好朋友说：“老王，其实你还挺脆弱的。”假装。那天我哭了好久，但就在那个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其实已经不再介意别人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了。正是因为我不再害怕展现自己的软弱和不完美，才让我成为了今天这个不完美但是非常勇敢的自己。哈哈，确实写得好，写的真好。默默要分享一下吗？你想问去哪？哎，默默也写了很长。我就写了，真的是很难忘的一个瞬间。小孙的眼神，他怎么这么紧张？滑板摔跤的瞬间，应该是我最难忘的瞬间。我能跑慢点。当时的我在奋力向前冲，但由于我那该死的老爹鞋和被绑着的手，所以我已经很难追上滑板的速度。在摔倒的瞬间，我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很快乐的瞬间。最后，我真的头后仰倒地了，脑袋一懵，眼前出现一道亮光，哇，真的很疼，哇，真的摔了。然后我就躺在了我 partner 的腿上，好像我舒服一点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摔得更严重，于是我又强忍着肉体的疼痛去检查他是否安好。这应该就是我最难忘的瞬间吧，为自己做的选择负责。也从不后悔发生了这样的意外，因为一切都是宿命，顺其自然，命运会引导我们本应该去的地方。写得好，写得好。我觉得有一种在分享人生体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穿上了校服，就好像回到了17、18岁的时候。看着大家活泼可爱的样子，我不禁开始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是走过了怎样的路，吃了怎样的苦，受了怎样的伤，才慢慢成长为现在得体自立、负责又隐忍的大人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美好。18岁的我遇到了我非常好的人生挚友，28岁的我遇见了你们。所有的经历，好的、坏的、悲伤的、幸福的，拼在了一起，组成了现在的我。现在我们坐在一起，答这个考试的试卷，真的是可能是我以后再也不会有的人生体验。最难忘的瞬间就是现在，无数个珍贵的现在，组成了我难忘的一生。你的才是完美的答案。这样，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我们18岁的照片。啊，不想传阅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想看。我也想看。那行，那就传阅。来，传阅起来。哇，好帅呀！你收走了什么？小伙子，不要收走。哎，不能把自己藏起来。对，快点拿过来，拿过来。哇，这么帅，你藏什么呀？P得太过分了，主要是。哦，真的他们18岁了。这是小熊啊！啊？对，李云伦啊。啊，对，就是吗？对不起。这谁啊？这是默默吧？对，默默。真假的？太可爱了吧！这怎么这么像刘亦菲啊？谁啊？郑泱泱啊！哇，漂亮的，好好看啊！哎呦我妈，这是孙正伦啊！这是谁啊？这是小熊。小熊啊，好嫩。这是那个安琪嘛？安琪没什么变化呀。这是班长。哎呦，这谁呀？是谁呀？小胡吧？妈呀，好青涩呀！这谁？看这个画质应该是梁哥。哇，梁哥，哎，比他现在帅。你的18岁真的是怎么说，吹弹可破吧？吹弹可破。哎呀，
原来你以前是个尖脸呢。你好过分！谢谢你要听吧。不客气哦。我们来选一下，谁跟自己的18岁是最不像的，反差最大的。梁哥。梁哥不像。哦，不对，默默。我觉得是你吗？默默是最不像的。我也觉得默默最不像。默默。所以我要抽一个，对吗？对。好，抽一个吧。走到窗边，大声喊出最想在大讲异性说的话。小孙，紧张坏了，紧张坏了。吓死了！别喊我。别骂街啊！他对，跟他我说你是。不可能，不会吗？不可能，不可能，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他真的怕，他真的怕，他真的怕，他有点慌了。我准备好接受音浪了，你就喊，没关系的。强颜欢笑。孙胜伦，可以跟我讲话吗？孙胜伦，可以跟我讲话吗？可以跟我讲话吗？不知所措。这才是谈恋爱吗？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你何德何能被人家这么喜欢呀你？你就给我珍惜吧你，虽然作了一点。哎呀。不尴尬，不尴尬。我觉得这样的人都很感动，没有人会笑我们，真的。我觉得你真的很勇敢，好不好？默默好矛盾啊。他真的好矛盾。他敏感，敏感就会把自己搞得内在很复杂。哎呦，我要哭了。没事。摸摸头，摸摸头。你看嘛，敏感呗。选择一位异性，牵走奔跑绕教室1周。要不你选我吧，咱俩跑吧，跟谁跑都是跑，是吧？也行，也行。好呀。小心啊，小心。好。小心一点。哎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倒是跑啊！知道你是这样跑呀？你要咋跑啊？行。吓坏了，吓坏了，恐惧的表情。救命啊！这该怎么办？跑出了一种警察抓小偷的感觉。没事，好了。不是，主要他还哭了，就更尴尬，你知道吗？太尴尬了，小孙也太尴尬了。觉得你已经很勇敢了，一点都不尴尬，我们。你还对我有好感吗？我说真话，就很怕你，我感觉。就是没有了呗。所以我们能打破这个僵局。你在乎我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那你能回到前面几天的孙胜伦吗？你看他想回到以前。我知道我们重新认识了，我觉得我之前我们两个的了解太少了。我知道我们重新认识了。太咋地了？我觉得男生还是感受到了。太累了。怎么了？那为啥哭啊？这回？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哭吧，就单纯小女生，就是我就只是想要你跟我说说话呀，你怎么就不懂呢？就这样而已，没那么复杂，真的。他觉得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吧。他说的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很委屈。然后带着一些就是心疼自己的因素在，是吧？对，在默默的想象当中，
只要孙胜伦能不断的主动的跟他来说话，他们俩就可以很好。你们是不是会觉得这样的女生情绪真的起伏太大？女孩子喜欢男生情绪稳定，其实男孩也一样，同样不太受得了。5分钟给我8个情绪，这8个情绪我也不知道在这时间里我应该去怎么处理。像默默来讲，她的低洼确实太低了，别人家其实刚情绪到这儿，我说3句话就到底儿了，就到底儿了，别这样。不过默默真的就是你看到她笑起来很阳光，我们第一眼见她很勇敢。照理讲，勇敢的人给人觉得是轻松的，对，但他不是轻松的，他反而给人压力了。他就是他两面性很强，患得患失。他强的地方跟他弱的地方还是很极端的。但是他说这段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想要什么？他想回到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对。那默默刚刚喊话的这个行为，男生会觉得反而有可能在小孙那儿又不行了吗？会有这种感觉啊？你俩会觉得压力大是吗？对，压力太大了，会给到自己压力。不会感动吗？赶谁赶哪儿去？我一动不感动，真的。我在那儿，我这一动不感动，一动也不敢动，真的。真的，咱感动了，一动不感动。哎，你别说，咱女生也不懂，男生有在想。对呀，对，因为我们觉得蛮勇敢的。对，因为如果我想，我觉得哇，好棒哦，我很勇敢啊。但是他说了这个之后，所有人都会就要看我该怎么做了。就本来这件事儿吧，我就哎呀就不想掺和，所有人又要把压力给到小孙，又给到小孙了，小孙又不会了，就是你应该这样，但他想的是 I am who I am， 对，就完全矛盾了。但我觉得默默得需要一个多成熟的男生去。对啊，姜老师说的，默默可能你给满都不够，你得给淤了，对，可能他能行，安全感能建立起来。看到后面可能就升华了，有的时候成长是一瞬间的。对，其实我原来真的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我会很情绪化，因为这个事情我很较真儿。你从情绪不稳定走到情绪稳定的过程辛苦吗？累死。对啊。对，其实这个过程反正挺煎熬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就能够对默默有同理心了，因为他正在经历那个过程。是的，对吧？从不稳定到稳定，那个很辛苦的挣扎过程。那我们何得有幸看到他这么坦然的、坦诚的，在一个镜头前，让我们看到一个女生全然的交付她的情绪，让我们看到她的成长。是的，所以我们特别谢谢每一次愿意上恋综的这些嘉宾，因为他们是很坦诚的把这个成长的过程展现给所有人看。我们也有一个照片带大家回一下18岁，我们有2位的照片，然后请这2位朋友、这2位同学，等会儿只有咱俩的，不是你静姐的啊。这张那我真的好静小姐，好可爱的大蝴蝶，哇塞，我能看一下。传阅，全班传阅班长的照片。静姐，这是18岁吗？哦，对，差不多。哎，对耶，17、18的时候，这第1张专辑的封面。我以为只有咱俩。没你他，应该没有我了。那我们还有一张，大家猜一下是谁的？不是我的吧？你离18岁很近啊。对，能想象得到你18岁的样子。等会儿这个表情。吓死我了，我以为是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48岁的大哥，叔叔。这是谁？这是谁？全班同学传阅一下。不是，这是谁？这谁？这姜老师吗？这是你啊？怎么会是怎么会是我？是你啊？这怎么会是你呢？这18呀？这哪里是你？真的是我。这至少得38、48，有点夸张了。这抬头纹怎么回事？哎，这照片你们是不是后期还动啊？给我，不用帮我修了再，好吧？你也算是返老还童。把我手机拿来，我让你们看个原图，真气死我了。而且你的着装也非常不像18岁的少年。你这油头，感觉要去做房屋销售的感觉。一会儿我那会儿好像是刚进公司演出。啊，那难怪老成一点。好，谢谢2位跟我们分享18岁很珍贵。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他们的故事，好不好？来，治胃痛养好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联合赞助播出。治胃痛养好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联合赞助播出。哎，你这个飞机带回来，我的飞机呢？
哇，你帮我剪了？这个很细心啊。你拿个飞机，我们拍张照片。我觉得我们这个飞机飞不快啊，你的飞机飞得比我快一点。小孙也完全没有想要去问一下默默的意思啊。怎么问啊？一问又要崩，都知道要说什么了。他自己也觉得了，他自己觉得了。搭上我的手臂。我真的觉得你很勇敢，我真的觉得你很勇敢。如果真的像你想的这么悲观的话，你能做的也只是把自己拾掇起来，然后再重新开始，重新出发。但不代表你这段关系你做错了，明白吗？或者是你做错了，你会在下一段关系里做得更好。发现自己不成熟，就是成熟的开始。但你看，默默说我们结束了，就证明他之前认为他们开始了呀。对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伤心，你可以觉得很脆弱，这些都是正常合理的。但是你不应该觉得自己错了，懂吗？哎呦，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哎呀，默默呀，默默。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跟他重新开始？是吗？真的不想跟别人接触，对吗？那我本来我不想说这个话，我多说一嘴啊，因为那天我也听他讲了一些，但我觉得你们各有各的看法。我觉得那天你可能有一点点太不接受他的道歉，我们也有改进的空间。昨天也跟他道歉，那我觉得也足够了，其实。所以你要给他时间重新了解你，因为他也不是机器啊，对吗？他可能那天也受到伤害了，所以我就说我们可能都需要时间，好吗？哇，老王真不错。走了走了，大秧子，大秧子，大秧子这条。大安子，怎么回事？大熊子，安子，怎么回事？大小子，怎么回事啊？我削你啊！我削你啊！我削你啊！削我来！我的大熊子呢？哎，大熊子走，大熊子。大孙子去哪儿了？大孙子搁这站着呢。我们俩可能要私聊一下。那行。哦，看看小胡什么状态？这可以。你坐，你坐。你坐这儿，那我坐这儿。我坐单车上。你一边骑动感单车，一边跟我说，好吧？啊。我不停，你不能停。可以，搞起来，走起，咱就说运动。没有，就是也没有，不是啥大事儿。不是大事，拉门槛。哎呀，不是啥大事。对不起，对不起。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才刚认识嘛，然后就大家刚认识的时候，就一般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是想说你在 take it slow， 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观察观察我。我知道。啊，就是你也观察观察我吗？啊，对。因为我怕就是现在你看到的都是我，就可能我表现出来的，我想呈现的。对。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能比较确定自己的感受的啊，就是我怕万一你还想没有万一，很观察观察别人之类的。啊哈？观察观察别人之类的。观察观察别人。啊，就是万一呢？
就是观察谁呀？不知道，就是假如嘛。你想让我观察别人？我没有说，就是我说万一，哎呀，你别给我挖坑啊！没有万一哈，没有万一。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任何感受，你觉得不舒服，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讲。你觉得比如说，你觉得最近跟我约会太频繁了，或者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跟我讲。我其实倒是觉得，就是你对我有点太好，就是太偏，不是太好，就是太客气了啊，客气啊，有一点客气，相敬如宾。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客气吗？啊，是客气啊，对。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跟朋友相处的样子会跟我相处的样子很不一样。我说实话，其实我不太是一个特别擅长表达的人，就可能不会很直白的跟很多男生一样，就是上来就说我喜欢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其实又是想，适当的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就今天写这些卷子呀什么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适合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吧。假如说这趟旅行没有让我心动的女生，或者是有想发展的女生，其实我会写大家。但是如果有的话，其实我更希望这张试卷上面写一些关于就是异性的一些。你是在点我吗？不是点你，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表达一下的，只是说确实，不会说节奏特别快，我可能每天都是这种速度在往前推进。我觉得如果我特别着急的话，也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对吧？对，就这事儿啊？啊，对啊，我以为是有啥大秘密要告诉我呢。啥秘密啊？我有啥秘密？就比如你之前说你酒量很好，但其实……哎呀，你别再说这个了。比如说你觉得不好那一点啊，在我看来可能是，就是没多大点事儿，对。写信喽！写信。你们都想要写啥是吧？我是肯定的。你写给谁？默默。要不要猜一下默默会写给谁？当然是小孙啊。小帅写给了默默，我这个反转真的谁也猜不着。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哎呦，天哪！没事，你看不见我写的内容。你也看不见我的，你更看不见我的。让我想一想。干什么？听你平时。偷看我写信。哎呀呵，哎呀，用心了我，有心的哦。可以，咱俩加一起等会儿啊。让他找不着。哎，我后面带个鹅化音。听子，小胡子。我的两个兄弟为什么那么快乐？使我嫉妒。他们几个在一起真的很好笑。呀。嗨，嗨，你好快啊！每次都这么快。我每次都第一个。你太厉害了。
哦，俩人撞见了。哎呦喂！哎呀，他俩真是承包了这一季的所有别扭，而且真的是摩天轮。对，摩天轮真的。好了坏了，好了坏了，好了坏了。好啦，我们今天不猜写信了，因为他们写给谁未免有点太简单了，太明确了。那今天要猜啥？所以今天我们的心动竞猜环节是我们给观察室也准备了一套试卷。我们还要做试卷啊！咱们3年9班做卷子，密封的。我今儿跟大家一样没见过这份试卷，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互相打完分之后，后3名吧接受惩罚。你能说一下惩罚是什么？我直接接受行不行？不行，我数学好差的。他不一定有数学题。哦，没有数学题哦，太好了。那作文我太有信心了。那传卷子吧。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在其他综艺节目里根本就看不到。这玩意儿还有点紧张。你们以后有这环节，以后都写合同里啊。开始吧。怎么？你那个人啷个里个啷个里个耶？啥都不记得了。听子问小熊奶油用的是哪只手？哇，好难啊！我有帮小熊跟听子取名字吗？秦霄贤8连拍，最后一拍你拍的啥呀？我8连拍了。最讨厌的社交行为，你最讨厌谁？我说过这个吗？咱们哪一趴说的？哦，我想起来了，你在吗？我靠！社交行为就是45度角吗？哦，对，45度角是什么呀？就看人说话，就你跟我说。哦，那对。我帮小熊跟听子取名字。根怎么写呀？什么根啊？哪有根啊？哎，对，哎。转角啊！最满意的什么距离？社交距离是？别看啊！1米，应该。交卷。你等会儿。哎呀，他们都没答到最后一题呢，我一看，我赢定了。这我30分大题没答吗？看吧，不是，先做大题。哎呀。今天画的好啊，这么一比，我的画简直拿不出手。赢定了，画我赢定了。我们就顺延这么传吧，一人传一个，判下一个卷。哎呀，30分大题呀！老金，你不能改了，你给静姐。我没改。改静了是吧？好，然后1人1份标准答案，可以判分了。你画的好像啊，这给30分。啥呀？谢谢老师。这画的啥呀？我一会儿给你解释，你一解释你就明白，真的。这个画的是，这画了个啥玩意儿？你这个画的是啥呀？我画的多好，这一看就是他们俩。哇，我也没有答对这个。秦霄贤，你基本上是快0分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静姐，我判的是你的吗？对啊，你前5道题还1道都没对呢。我们就是量彼此的分数吧。好的。好来，我给分。秦霄贤12分。不错，不是个位数，不错了，老钱。你是倒数第1啊。那我先揭晓一下，肯定不是最低分了吧？班长伊能静41分。哇，哎呦，画的真好。他最后画的太好了。你看我最磕的 CP 李明德和老王，这画的真好，太好了。我是别看了吗？折起来。好，现在还有比秦霄贤低的吗？如果低的话，我们就先亮分。没有了。没有了，好的。按你。
哎不，你哦，咋回事？你说啥？我看看多少分？还并没有。我高得很。还是挺高的，你的最低分。小常呢？我55。你那么高啊？优等生，高分，这非常高分了。他画的那什么，你给几分啊？这个篮球场嘛，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想扣来着，但我觉得他尽力了。多少分啊？你给了？就30满分30。这画的啥呀？两个人打篮球。你看篮球嘛，女孩、男孩。我柴人。投球，还有那个投球线路。这是个啥？这是个摩天轮。你等我。奇怪的默契。哦，那我给你，你刚刚是10，你刚刚是12，那给他10分还是最低分？不是，咱们给你加个5分，秦霄贤17分。才加5分啊？没有必要，咱们就是说，给你多一点点体面。这玩意儿侮辱性更强了。我们来看看周扬青同学得多少分？周扬青同学是47分，是你的3倍。贾老师的是75分。哇，厉害！我都没想到。然后这个一个听一个熊。一个耳朵一个熊嘛，我临摹过毕加索。那我得扣2分吧？啊，那他是画成这样的，跟你们这比完了以后真不行，我扣30。你扣吧，你扣完。55减30等于25。我的你那样。那咱俩也是到1到2，你也得受惩罚。对。好，25再往上。只能你了，姐。我居然输了，都被你们带偏了。你看，这个惩罚分别是，我选第2个。我要第2个。我先说。第2个。我先说，我不管。来。姐姐我最大，谁敢跟我抢啊？对不起，姐。没那个。不过，但我也不太会逗笑人家，我选第1个好了，我的强项。对，小作文嘛。好，小作文，然后逗笑。那你逗笑，那我第3个夸。可以。好的。你逗周周就好了，周周好容易笑的，对吧？我已经想好了。你要说什么？他跟你对看你就笑了，他一会儿兜里给你偷出摔炮，你笑。哎呀，你别说出来嘛，我眼睛看着他以后就黑。完了，不行了。这不行吗？来，快点。老王在呢，老王好。老王，嗨，老王，我是静姐。静姐，你好，静姐。老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吧，老王。好的，秦哥。是这样的，你后来录完了之后，你有找人打小孙吗？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你再往后看看吧，反正后面我们俩就是咋说呢，也是有点半过命的交情吧。啊，但是不能多说太多啊。半过命的交情，他俩后来特好，哥们儿。人生充满奇遇，没想到吧？没想到。行吧。好的，谢谢老王，期待谢谢，拜拜。老王，拜拜，你超棒的，周周超爱你，超棒的，我真的是很想能够跟你成为朋友，超级棒。谢谢你，周周，谢谢。我一定要跟你说，所以你最后一期一定要来哦，我要加你微信。妈呀，受宠若惊，必来啊！拜拜，谢谢老王，拜拜，谢谢，拜拜，姐，拜拜。好，来，那接下来第2个要接受惩罚的是逗笑吧？谁笑了？周扬青嘛，周扬青刚刚不都，哎，你刚刚不说你这嗖啪嗖啪嗖啪，又笑了，他说第2遍你还笑啊？哦，好使啊！那周扬青生日快乐！对，我这太容易笑了。以后见着你就太欠了，我跟你说。来。查森到你了，打电话，我找了半天啊。对，在哪来着？有个功能叫搜索。好，我知道了。不是被对方删了。你这铃声还挺正能量。我怎么了？哎。哥，你太帅了！你又帅又有梗，头发好看，那个眉毛也好看，然后那个鼻子也挺，那个主要是试卷做得好，然后还有就是17分，你是讽刺他？我没有，就是真心的夸，17分。
干得好！看着时间摁的，就没到30秒。对，长发这次挑战失败，你惩罚失败。那怎么办？惩罚的惩罚是什么？下一期开场的时候你肚皮舞开。太好了，对，肚皮舞。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哎，我也想吃梨。可以，我待会儿切一下。梨不能分的，不能分梨。哦，对哦，是这个不能分梨。这个梨子只能我一个人独享了，因为我们不能分梨。我们去拿信吧。好，那我们去了。找到了。哎呀，挺差点没看见。你去拿吧，你去拿了，我们一起看，快去。行，马上。哦。想和转校生做同桌，这个在上学的时候会特别撩。我们要帅一点的 title。转校生。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听子同学，我们之后每天都当值日生吧。我还把那个海报也画上了。熊子泉非常可爱、真诚、帅气，而且身材非常性感。太美、太可爱、太无敌。牛啊！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美好的一次。你今天写的信好短啊，不满意。你今天又没有3D 字，又那么小，信又这么短。不是，你看，然后去不要。你看我写什么？你看我写什么？你写什么？听的。听的。是他喜欢听词。今天是有口音的，之前没有口音。为什么今天只有1行吗？今天是你给我写的信最短的一天。哦，没有。哪有？第一天是最短。这是我的字写小，你看我之前字写多大？我们数一下之前写的多少个字。好呀。看这个，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3、24、25、25个字。你看你之前越来越少，多了9个字，越来越少，没有越来越少。你再看前天啊？还用看吗？你看这个字是不是更多？1、2、3。不要看这个，不要看这个5、1、2、3、4、5、6、7、8。不是，你听我解释。11、12、13、14、15、16、17、18、19、吓死人了。21、22、23、24、25、38、39、40、46、47、48、49、50、51、52、53、54、55。你从50几个字，你先听我10几个字。你先听我。你明天不写是不是？是，明天我解释。明天你要交个白卷，0分。吓死了。这就是可爱的桌。这是小桌。对，这种小桌挺好的。哎，如果我写转校生表示想和班长做同桌，那会不会太巧了？你都没写，没有写就不是巧，你破坏了这种缘分和默契。你是年少的欢喜，喜欢的少年是你。我的天！我下次我现在真的我想要什么我就写什么了，我不那个我不换了，好吗？就直接主打一个默契。一峰，帅翔，还好默默没写给他。回来的路上，我找我的纸飞机，你居然从口袋里拿出来给我了，此处给你加分。你帮我剪了？今天看到你在车上哭了，可以问你为什么吗？大家蛮默契的，对啊，对上了，一个问一个说，很好，对，默契。感觉说的不错。要去聊一聊吗？你今天怎么心情突然就不好了？
这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我穿上校服，然后就弄成这样之后，就感觉跟以前特别像，好像立马就穿回了那个时候一样。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了很多不太愉快的事情，包括我自己的家里，我父母之间，因为我爸妈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嘛，然后我妈她一个人带着我的，然后我又叛逆嘛，所以我跟我妈之间也会有一些摩擦。然后包括我高中的时候，整个就是那个阶段都过得不是很愉快，就那时候就真的是青春的烦恼太多了。哎，高中初中嘛，就发生这么多事情。就是很复杂。我听起来都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确实内心应该没有你那么强大。我当时想的是，我那个时候就直接来找你，我可能会觉得你可能也会有点压力。我没有真的怪你了，我跟你开玩笑的了。我其实就是上车的那一刻，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情绪一下子就拉到了顶点。我也不想让我的情绪影响到所有的人。我这不是之前还觉得就是你可能没察觉到什么？没有啊，我察觉到了呀。这不就先等你情绪稳定一点嘛。那你今天就是我们没有让你感觉到会跟以前上学的经历不一样？会不一样。是当时大圣就是他什么也没说，然后帽子给了我，他说就是这样我可以挡住，如果不想被拍到的话。他其实虽然平时有一些啰嗦，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能感受到这种温情的这种照顾。跳歌，别想那么多。我后面我记得我坐着小胡，然后他就手伸出来，他拍了拍我，然后包括安琪说，他说大家不要去打扰他什么的，我其实都能感觉得到，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后来去玩纸飞机，我写的是永远不见我的中学时代，然后但是飞出去那一刻就是叫出来嘛，我觉得还挺感染人的。让你重新就是以另外的方式来感受你自己之前的青春，来弥补一下之前的遗憾。对，没事，你后面有什么难过都可以直接跟我讲。但今天你玩得开心吧？还可以。从头到尾都很开心吧？又来了。那也没有，看到你那个很。哎呦，还知道这是个陷阱呢，挺厉害。没有啊，我说真实感受，就是看到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在车上也没有很开心。我今天就是原本是觉得，好像还欠了一点什么味道。小帅怎么突然笑得憨憨的？就是我今天答得真好。但他捡那纸飞机，我就如果是我会狂加分。戳啊，好重！哎，他们 CP 我们就叫纸飞机 CP 吧。他俩不叫帅洋洋吗？那个纸飞机给你捡回来很惊喜。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不是给你写了吗？明知故问。我觉得你多少还是，对吧？有一点小心机。双鱼座，没事，我们早点休息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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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会拿到默默的信？没有，但默默没有给小帅写啊。我不会没给他写吧？不可能吧？啊？不可能，默默不是要给小帅写？他说他也没写啊。他可能谁都没写，但确实也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小孙给默默写了。哎，
米娅。哎呀妈呀！哎，3天3个称呼。有3天3个称呼。梁，今天画水彩看到了你不一样的一面，水彩可太好玩了啊！你来个啷个来个西西，给我的暗恋女神把药带上。你这书包挺能盛啊！里面还有我给你带的药。谢谢啊。谢谢啊。让人说你画画好帅呀。小胡子啊，可以。万一你还想观察观察别人？没有万一啊。这个了解的过程其实很美好。因为我怕就是现在你看到的都是我不想呈现的。在我看来，可能是就是没多大点事儿。你也观察观察我嘛。不错不错不错。哎，我刚看到默默有2封。啊？默默写给自己啦？安琪是没有吗？啊？李明伦不可能写给他。不可能吧？不可能。我去拿了啊。嗯。真的没有？没有啊。啊？可能是看他哭成那样，李明伦的好意吧。哇，真没有啊！我好啦。默默，你有2封。啊？你看一下呗。哦，晚安，晚琪收到了。今天为了你有信收，只进了8个，1般都是重视。好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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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我赢了，10中8。啊！成为体育生的第一课。这也是我的穿法呀，抄袭我，然后还要空投啊，就是你最爱做的。你在分享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在那个样子的你很可爱。所有的相对。对吧？哎，摸呀！这个摸头绝了。那就是默默写给自己喽。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默默，已经很勇敢了。你看，他写给了自己。孙尚伦，可以跟我讲话吗？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觉得你已经很勇敢了。孙尚伦给他写的啥？收到信后，我们在昨晚的地方聊一下吧。他不会没去吧？谁给你写的？虽然我一般都不问，但今天问一下，谁？孙尚伦，他在昨晚聊的地方，在昨晚的那个地方聊一下。哎呀，去吧，太好了。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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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啊！我没有给他写信。我知道啊。
你没给他写，你能咋的？你没给他写，不代表你们俩不能聊天。嗨。就怎么？不是，我想跟你就是谈一下，是我想聊一下。你今天晚上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你突然跟我说让我跟你说话，可我没有不跟你说话，你懂我意思吗？我没有吧？我们今天也说话了，是不是？从早上我去问你伤口的事儿，然后去给你拿东西，然后车上我又看到你，我又在跟你聊天，然后我都有跟你说话。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想的吗？就那个时候我的压力特别大。就你不觉得别扭对吗？就我真的没有明白。精准地预测到了他的感受。或者说你告诉我是我做了些什么，又让你没有说，就是还有很大的落差。就是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做，你都会觉得我不想理你，那我会不会有些无辜？对吗？就你这回连我什么都没有做了，你就凭感觉觉得我不想理你，因为我们认识才4天、5天，但是遇到了太多的情况了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我对你确实很有好感，但是后面你的这种情绪波动啊，还有你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咱俩的性格不是很合得来，直说了是吧？小孙这是摊牌了，对，只给了。但每一句话都还挺好的说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定义的，但我觉得我们关系进行的很快，你懂吗？但我们确实不是男女朋友，不是，我也没有觉得我们是。我们只是在互相接触，然后和你这些行为，然后发生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就让我压力特别大。就像我昨天说的，我害怕，你知道吗？我觉得确实给你带来压力了吧，可能也影响到你了。也确实，我觉得，我们也回不到之前就开心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很能隐藏掉我所有的弱点，我所有的脆弱，所有的小心翼翼，我所有的谨慎，我甚至不去进入一段关系。但是，突然，我所有的内心世界全部暴露，就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觉得我好像默默很可怜，我怎么着？这种感觉就觉得，你知道吗？一种非常强烈的割裂感。你说的这些感受，以前的我都有过。就是强大的好胜心和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的这种情况，我都有过。可我发现，藏起来就不代表没有，你明白吗？是，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么多天，我的状态一直都是很差劲或者这样子的话，我其实就是我不愿意再展现这么差劲的自己。所以我就很想，我想就走掉。天哪！哎呦，所以我们就算是彻底毕了。哎呦天啊！
我也不是一下子很能说出来什么东西，我一下子也不是很能说出来，但因为我确实有跟你一样的感受。我现在觉得好混乱，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哎，所有人 attention， 来科，这可是一个非常本人读到过最好的任务卡，我需要所有人下来听。是的，最好的 attention， 真的很好，需要所有人下来听，请念，帅哥。好，我念了啊。念，大家侧耳倾听。24小时独处计划，大声一点。旅行的意义在于时刻准备去向更美的远方，请当面邀请想独处的他，奔赴一场自由畅快24小时独处计划。夏日绝美川西，雪山，哇，篝火，银河，哇，好漂亮啊！银河。邀约成功，明早出发；未邀约者另有计划。出发吧，人生是旷野，苍穹星空之下，随处可安身心。哎，我约听子啊，听子说可以。可以去。明天是我们第一次出去旅行约会啊，感觉要去的地方还挺远的。对啊，我都没去过，你觉得我们要准备什么？不知道啊，你觉得呢？我看一下啊，我看这个地方海拔好像还挺高的。那应该会很冷，而且早晚温差会很大。对，我们一定要带厚的衣服。那我肯定都带上了。除了这个呢，你觉得还需要什么？你老是吃饭不定时，你又挑食，我怕你的胃会不舒服。哪有？那些明明就很辣、乱，很油或者不是，就是我不爱吃啊。这样吧，要是你的胃真的不舒服，你来找我。找你有什么用啊？我准备了一些就是可以缓解胃受刺激跟胃难受的宝贝。这么贴心吗？那你明天要带上哦。肯定带啊。不准迟到。不迟到。好。吃下你心。哎呦。那我们去呗。去呗。今晚大家早点。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心动的次数加多了。要不我给你读遍肉卡？不用，行。今天是谈过恋爱以来就是最好的一次约会。哇！我现在已经不能直视你了，明天你要跟我出去玩24小时，就咱俩行吗？行，快走吧。装什么呀你呀？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留下来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我们也回不到之前就开心的时候。被动成组。我的天哪！哎，他们也去了耶，因为就剩他们俩了。就是没有被邀请的也有安排嘛。就另外4组是主动组队，然后他们俩是被动成组。那老秦觉得最后其实小孙他说完那段最后的那个爆头是小孙的什么心理活动呢？就说他不想回答。小孙表达得很清楚，他这几天是怎么做的。其实表达挺明白了，就告诉他，而且还不忘鼓励默默。对，我们真的就很虐，你知道吗？哎呦，真我好烦他俩现在，但是我他们俩又出去了，我还挺好奇他们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在想，都已经这样了，再去的时候就反而不别扭了，没包袱了。他的问题是在于，你得跟我说话。他是把那个预期设成你要作为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你不是说回到从前吗？那咱俩不是好的时候吗？但他们对从前的定义不一样。对你得那么积极的来追求我，来逗我开心，来宠着我的时候，哎，那就说明你回到从前了。那我也愿意回到从前。但人家孙胜伦想的就是，我们回到从前是2个陌生人。重新看待对方，了解对方，能不能尝试着相处，都已经知道毛病了，能不能改？就俩人的设定的基点不一样。被你说的好七上八下的感觉。弄好了，俩人往回走一走，哪怕不谈恋爱，我们都是开心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作为恋综的观众看起来的感受都不一样，或者我们想要看的，是不是能得到的也不一样。但我觉得就像静姐今天讲到的一样，无论怎样，我们都非常感谢所有来参加的嘉宾，比如说默默愿意在节目当中向我们展现可能有一点点痛的那个成长的过程，这个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们就期待着下一次他们24小时的独处旅程。我们下期见喽！应该超级甜，又甜又虐，一定要看啊！